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计划，就是我们要去到 ASUS HQ Office 当一个1日员工。那其实跟大家聊一下我以前的工作经验，我只有在大学呢，就是去过一个婚宴捧过菜而已。然后在那个之前，我也没打过工啦。太嫩了，像我这种社会经验历练丰富的人，我就做过了差不多五份工，第一份助教，还有柜台管理，还有卖衣服，还有服务生，什么都当过。做那么多工啊？这种人呢，就像我们社会经验历练要很强。那我这种叫什么？社会败类。对。好啦，我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孩子啊！我家里其实经济也算中上，所以也不需要我去打工这样子啦。但是没有关系，报应终于来了。今天我要去华硕这边做1日员工。你说这是不好的工作哦，这可以剪吗？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在华硕工作是幸福的还是恶魔的？厉害了，是不是救了我一命？不然那一周我就不可以剪了。我们就前进吧。我们来到了 ASUS 大厅，大厅的中间呢就有一个飞马的图案，飞马呢就代表着圣洁。等一下，来看一下，象征圣洁、圣洁完美的，以及不行，再给我多一次机会。转念了，3、2、1。飞马呢就代表着圣洁完美以及智慧的图腾，以及追求卓越。喂，3、2、1。来，忘记了。我备考能力100分。哎呦，飞马呢就代表着圣洁完美以及智慧的图腾。对，还有就是追求企业品牌。对不起，我不要干。再见。飞马呢就代表着圣洁完美以及智慧的图腾，追求卓越品质的企业品牌精神。对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飞马大厅，非常好看。不要拍我的手。偷腥了吧？我们请来我们 ADC 跟 CPM 啦，就可以简单介绍你们自己的名字，还有你们职位，还有工作内容吗？我叫做米拉米，我是隶属在那个 ADC 华硕设计中心，设计担当哦。然后里面的组成呢有蛮多的，有人因设计、包装设计、界面，还有很多啦。就很多部门肉眼可以看到的都是你们设计出来的。从消费者一拿到手上就是华硕设计中心需要各个部门设计出来的。大家好，我是 Gary。那 C 片它其实全名是Country Product Manager，这上我们主要的工作内容大概就是到市场上去跟一些业务做一个搭配，然后我们是要收集一些消费者的一些使用习惯，还有他们的需求，然后 feedback 回来给 headquarter， 让他们有一个产品的一个发想。好，既然有机会来到了 ASUS 的总部，那我就想要知道一下 ZenBook 它的由来还有它的定位到底是什么？那 ZenBook 呢是华硕的旗舰机种，它第一台呢是2011年我们第一次发表。那我们华硕呢会把所有的创新跟最极致的工艺呢都会展现在 ZenBook 产品系列。哇，所以它整台堪称是最完美的笔电。对，我继续讲一下说，我们从我们内部的访谈跟研究呢，其实有发现说，我们 ZenBook 的消费者主要是集中在20到35岁的消费族群里面。使用它的时候呢，希望它除了有高颜值，还希望它有一个很好的生产力，可以让它工作更顺手。我又发现这个设计的颜色是今年最流行的紫色，就像我今天穿的衣服一样，而且它很轻薄。我现在还要念大学啦，我自己就觉得，如果我每天拿着电脑上学的话，还是要找这种最轻的。那其实桌上我看有2台笔电，请问那2台就是 ZenBook 的 US425吗？这次在马来西亚新的上市325跟425呢，会有带2个不同的一个 spec， 主要是会分别2个颜色之外呢，2个规格是在 i7 跟 i5。我们可以从外观上面来看，它其实整个从外形设计上，背带看到它是一个同心圆的一个设计，整个打开来看一下，视觉上你的感官度是非常强烈的4边窄的一个设计。另外可以看到说它整个机身，可以看到是在 keyboard 部分，我们把它整个塞满在这个 C 键上，右边设计上它是有一个快捷键 ，iPod 设计上呢是相当齐全的，所以就是说在使用者上面它就不需要再带太多的一些配件。不然有时候忘记带一个转接，说什么直接不能用。今天购买这架机器其实还有2大优惠，第一个是我们还随机附赠就是 Microsoft 的 Office Home and Student 2019，那我们在全系列 ZenBook 也都有搭载这样的一个软体。那保护的部分在我们全系列的 Notebook 都会有全球2年保护，也提供一个就是 Perfect Warranty 的一个部分。如果说今天不小心使用上坏了，或者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一个 damage，user 只要负担20%的 material cost 的价就可以。哦，那我有个问题，如果我们从马来西亚买这台笔电，假设去外国读书，就有问题，只要需要华硕都可以做保护，对吗？是的，没错。哦，那很棒啊，就是给一些可能
想要来台湾念书或者去外国念书的人一个保障。好了，我们对我们 CPM 和 ADC 的问题大概就问到这里，耶，谢谢。现在我们来了华硕公司的游泳池，没有错，那个是苏生吓到的表情。当我看到我也吓到了，这个游泳池也太专业了吧，专业到苏生都想跳下水了。而且这边还有一个 SPA 的游泳池呢，上完班来做 SPA 多舒服！哇，还给那年小孩子来游泳呢。你们以为游泳池就只有游泳池吗？它还有这种沙滩椅呢。下班喽，好好工作。请回去上班。没有，回去上班，回去上班啊！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 ASUS 最特别的一个艺术品，它是用很多 motherboard 做起来的一个艺术品，这样子啊。ASUS 是用 motherboard 起家的，然后他们的 motherboard 其实也是全世界销量最好的一个，最有名的。所以呢，他们就用 motherboard 做一个蒙娜丽莎。我们是不是还看不出是什么蒙娜丽莎呢？我们下个画面来看，这长怎么样？这个 motherboard 真的做很细致哦。把它拆下，应该他们也不会知道了。好了，现在我们隆重欢迎我们的东南亚地区 Regional Director 吉米利。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因为其实我跟吉米利其实有见过一次啦，之前在 KL 有一个活动，在 KL 华硕的活动。那今天很荣幸可以访问你，谢谢你因为听说你是华硕老大，哇，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东说。南亚华硕老大，平常我们看新加坡、印尼跟马来西亚，就是这3个国家。对，平常住在雅加达，但你应该很常会飞来飞去吧？会在这3个国家跑来跑去。那你应该很多海外的工作经验所以。我从10年在16年我住在马来西亚6年，所以如果我的口音有掺像马来西亚，其实有像马来西亚也很合理的，好不好？后来去东欧住了2年，然后现在又回来东南亚这样。那你是台湾人吗？我是台湾人，讲话像马来西亚人。那其实像你说，你刚刚工作就是在那3个国家来看嘛。对。那具体的内容呢？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华硕这个品牌介绍给当地的消费者，就像是印尼跟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消费者，把我们的品牌最好的那一面介绍给他们，希望让更多的 end user 消费者用华硕的产品。这个问题，那个词市占率，我第一次看到。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现在是不管是那消费型的笔电，或是电竞 gaming 的 notebook， 我们全都是 number one。number one 的意思就是，每卖3台，一定有一台是 ASUS， 所以也是要谢谢在马来西亚消费者对华硕的支持跟爱戴。耶！可以打岔一下。没有问题。你真的是念ASUS啊？哦，因为在马来西亚应该是要念 ASUS， 但是我发现大家的消费者都念 ASUS。我刚刚吓到一下，因为马大家说，我第一次念也是念ASUS。一样。在马来西亚，其实官方 official 说法是 ASUS， 但是在马来西亚的 end user 或者是 ASUS 都是念 ASUS， 所以是可以的。因为马来话来的啦。其实我们是 official 是讲 ASUS， 但是在马来西亚的消费者都是讲 ASUS， 因为我很多朋友念 ASUS， 要不然就讲华语喽，讲华硕。就念错可以减吗？观念问题。怕念错减很快。在马来西亚你讲 ASUS 真的没有人会给人笑啊，你念什么 ASUS 所以你会 Megan 你在马来西亚你都讲什么？我会坚持讲 ASUS。你在这样啊？市占率第1超是这样的，就很容易拿第一啊。也没有很容易啊。我们10年前去的时候只有5%哎。那你很拼哎，很拼。都是你带上来的。不要不是都是这样。你的经历，你好厉害哦。大家的努力，大家的老大就在用。大家的努力，大家的。记者就是要这样，这边都有录放陷阱。那下一题就有点可怕了，因为我跟苏生就是刚刚毕业嘛，优秀，对，优秀。然后听说你好像有新东西要送给我们，还是介绍给我们？这是吗？这边写介绍啦，但我说送了，哎，你害我兴奋了。对，我们新的 ZenBook 嘛，是我们隆重在大马我们要发表的新产品。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适合，就是2位啦，刚刚出社会的、刚毕业的新鲜人士，尤其是现在看的2位就是穿着打扮非常的潮嘛，不漂亮你们不会用嘛，对不对？对，我们现在首选都是好用加漂亮，要漂亮。我们也是迎合大马整个消费习惯，就年轻人才是我们的主力嘛。所以你会送我们吗？这个问题我真第一次卡住。前面都讲很顺，你讲啊叫他送礼物，不是因为我怕讲说 OK 没问题，他们跟我说钱用完了。有录到了。那我的访问其实也到这边结束了。好，谢谢我们华硕老大吉米，谢谢2位，谢谢。各位，现在我们就要去华硕公司里面的健身房，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宿舍不见了。Hey, may I go to the gym room? You want go to gym room? I want go gym. You, that's nice. Can you bring us to go? Yes, sir. Pas ah, dari BGG. Eh, 对，一边。
不要玩了啦。可是呢，一个好的公司一定要有一个漂亮健身房。不是这，样子我觉得好的公司不是有漂亮的健身房，好的公司你会去照顾你的员工。哇！在讲什么？对不起大家，我的口条不好。你有重训吗？跟你说，这个健身房已经比普通的那种运动中心大太多了。哇，这健身房真是好羡慕哦。可是我公司老板，请问你缺员工吗？但我是想要做一种，我可以无薪做员工，但我可以365天都来这里吗？还要炫耀，不要再看。我错了，这么多次还没拍我。现在我们就要去 gym 隔壁那个撞球的地方，这个不是游戏场才会有的东西。这个叫什么，书生？那个啊，你们知道吗？那个啊，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啊，游戏场才会有啊。啊，对。是不是拿去一杯饮料？这到底是游乐场还是公司啊？是我们今天到底是来玩的，还是来做一日员工？好好玩哦！我的天啊！都聊健身房隔壁的这个桌球场，就是撞球场啦。但重点是我跟诗人都不会玩，所以我们就介绍到这边，去下一个场景，耶。我们现在来到他们华硕公司员工吃饭的 food court， 就是他们餐厅啦。那他们餐厅呢，据说有14家很知名的餐馆，有什么 Starbucks 啊，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 Sentosa 的拉面，还有很多奇奇怪怪很著名的餐馆。对，我华硕公司的话也很讲究环保啊，就不会使用那种一次性的用具。他们这边的公关跟我讲，他们午餐、晚餐员工都有补助。多少？午餐有60块辅助，晚餐有70块辅助。我们今天是员工，我们赚到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填一份呢？要，很划算哦。我要点最贵的。耶！我们今天一日员工体验结束，当然严格上来讲也不是一日员工啊，我们有点像是一日记者。大家开箱整个华硕公司，对，就让大家看一下华硕公司里面到底是长怎么样的我。们像井底之蛙一样，就是我们每次对着电脑啊，来看一下别人工作环境到底长怎样。对，结果让我大开眼界。就是好的公司呢，不仅是你要会销售啊，可能业绩好，更好的是你要照顾到你的员工啊。对，我们讲了这么多话，讲了这么多话，前面刚刚提到4台电脑，该准备给我们了吧？身为你员工其中之一的我，是不是应该有这种待遇？应该向别人看齐吧？我会努力向华硕公司看齐的，给我让我以后员工有这样子的福利。建一个游泳池给我，那个有点难，我们只有一个员工，就你。我要辞职哦。来，华硕，走。不行。最后，谢谢华硕邀请我们来公司开箱，这是我们荣幸，大家再见。